别让他喝那碗药，我闻了3个月，那味道一次比一次不对，再喂下去，床上那个男人今晚就真醒不过来了。刚才是谁在说话？我听得很清楚，不像是屋里人的声音。王妃，奴婢们没人说话，您是不是刚醒，听差了？王妃醒得正好，王爷该用药了。您刚进府，许多规矩还不懂，别一惊一乍的，叫靖王府的人看了笑话。吵，他们当然听不见。你要是还盯着他们问，等那个白衣老头来了，这碗药就又要灌进萧恒嘴里了。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知道你听得见。刚才你耳朵都动了。这具身体也叫林之伟，是礼部尚书府不受宠的庶女。靖王萧痕病重，宫里赐婚冲喜，林家舍不得嫡女林之瑶嫁来守寡，便把她塞进花轿。而我，21世纪刚猝死的兽医，偏偏在这时候醒了过来。王妃，奴婢知道您心里委屈，可您既然已经嫁进靖王府，就该认命。王爷今夜若撑不过去，您便是靖王府最年轻的寡妇了，往后是哭是熬，都得看您自己的造化。嬷嬷这话说得真周到，连我守寡以后的日子都替我想好了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，提前教我怎么哭，才不丢林家的脸？不过我有个问题，若王爷还没断气，我就先哭，会不会显得我太心急？还是得等秦太医宣布救不回去了，我再扑到床前哭？嬷嬷既然这么懂规矩，不如现在就教我，免得我第一次当寡妇，场面上做得不够体面。王妃，您怎么能拿王爷的生死说笑？这话若传出去，旁人还以为林家叫出来的姑娘没有半分规矩。我就是因为没规矩，林家才舍得把我嫁过来冲喜。若是换了我那位规矩最好的姐姐，嬷嬷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教我哭了。这张嘴倒是比昨天那个哭包有用，昨天那个只会坐在床边掉眼泪，连药味变了都闻不出来。如今这具身体换成了我，至少不能再让旁人拿这3个字随便作践。王妃，王爷该用药了。秦太医说过，今晚这碗药不能误了时辰。别让他喂，那药里有一股甜腻味，原本没有，是3个月前才开始有的。先等等，这药是谁煎的？王爷每日都喝吗？是药房按秦太医的方子煎的，王爷每日早晚各1碗，从未断过。秦太医说王爷体虚，药不能停。每日都喝，每日都虚，夜里咳血，白天昏睡。那个白衣老头却次次都说是旧伤未愈。要不是萧恒不让我抓人，我早把那老头的脸挠烂了。动物中毒、误食、药物反应，我见得太多。萧痕现在的反应，绝不像只是病弱。王妃，您刚进府，不懂医理，也不懂王爷的病情。这药是秦太医亲自开的续命方，您若耽误了王爷用药，出了事，别说靖王府，就是林家也护不住您。嬷嬷这话说的好像林家什么时候护过我一样。再说了，你这么急着让我把药喂下去，是担心王爷少喝这一口会出事，还是担心我多看2眼会看出事？王妃这是什么意思？奴婢一心为王爷着想，您可不能平白污蔑人。我还没说你心虚，嬷嬷怎么就先喊起冤来了？王爷若真死在今晚，王府头一个要查的人是我这个新王妃，第2个就是你这个林家陪嫁。到时候我年轻，跪在灵前哭一哭，兴许还能叫人觉得可怜。嬷嬷年纪大了，哭起来可就未必占便宜了。你叫什么？既然你说药里有问题，总得让我知道该信谁。墨雨，萧环给我取的名字。墨雨，你方才说3个月前药味开始变，那秦太医是什么时候开始给王爷诊治的？3年前，那个白衣老头第一次来能下床走路，后来药喝的越多人越虚，药房炉子旁边也有这种甜味，我闻过很多次，不会记错。秦太医到。秦太医快来！王妃醒来后便不太对劲，非要动王爷的药，还说您的方子有问题。王妃，王爷病势凶险，此药是为王爷续命所用，耽误不得。您初入王府，不清楚病情也在情理之中，还请先将药交给老夫。秦太医来得正好，我正想问问，既然这是续命药，为什么我闻着里面有一股死人味儿？王妃慎言，老夫行医多年，所开之方皆有据可查。您一句话便污蔑药方有问题，若耽误王爷救治，这罪名您担得起吗？王爷已经撑不住了，快把药给王爷服下！别信他，这药一喝下去，萧痕今晚就真的危险了。王妃，您这是想让王爷死得更快吗？秦太医，您可一定要替王爷做主。王妃刚醒来就不对劲，先是说胡话，又打翻王爷的药，她才嫁进来第1夜，
王爷就出了这种事，这也太巧了。嬷嬷这嗓门真好，王爷还没咽气呢，你先把罪名替我哭出来了。要不你再大声点儿，干脆把半个京城都喊醒，让大家一起看看林家裴家是怎么替我定罪的。王妃，老夫知道您初入王府，心中难免惊惧，可王爷病势凶险，方才那碗药是吊命用的。您这样一闹，若真耽误了救治，便不是一句不懂事能接过去的。秦太医既然说那是吊命药，想必药方和药渣都在，药能不能救命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。王爷都病成这样了，您还怕多耽误这一会儿吗？王妃不是医者，怕是不知道病情瞬息万变。王爷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刻服药，而不是陪您查这些无凭无据的疑心。我确实不是人医，可我是新嫁进来的王妃，王爷死了，我第一个倒霉。为了我的小命，我也得确认他喝下去的东西不是催命符。秦太医若问心无屈，为什么不敢让人查？王妃，秦太医是太医院的人，给王爷诊治3年，从来没出过差错。您一个深闺女子，张口就要查太医的药，传出去只会让人笑话。林家没教好。嬷嬷放心，我在林家本来就没怎么被教好，这事传出去，旁人顶多怕我王爷不至于被这群蠢货气成这样。王爷怎么样？周伯，王爷方才咳血了，秦太医说要立刻用药，可王妃把药打翻了。王妃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，您为何打翻王爷的药？因为这药味不对，王爷的反应也不对。我知道你们不会因为我一句话就信我，所以我只要一件事，让人把刚才接药的药渣、药炉，还有药房炉边的灰都拿过来。若查不出问题，我自己跪在这里给秦太医赔罪。王妃说的轻巧，若王爷等不及呢？秦太医不是说还有备用的药吗？既然药方没有问题，何必非要用方才那一碗？重新煎，重新验，当着所有人的王爷也不冤枉我。别让他们重新煎，药房里那只小罐子会被藏起来。炉子左边第3块砖后面有甜味。王妃，您还有什么要说？周伯，劳烦左边第3块带人去药后面，若什么都没有，先别惊动派多人。若有东西，今晚这碗药就不能再往王爷嘴里送。王妃，药房乃王府重地，岂能因您一句梦话便随意翻查？老夫行医数1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胡闹的病家。秦太医，您这么一拦，我可就更想查了。周伯，王爷真的撑不住了。来人，去药房，照王妃说的位置查，但不得声张。老夫还有1丸护心丹，虽不如汤药稳妥，却能暂时吊住王爷气息。王妃若再拦，便真是要王爷的命。那东西也有味儿，别让他碰萧寒。孽畜，快把这鹰打下来！他发狂了，会伤到王爷。都别动，他不是发狂，是被气味刺激到了。王妃，那是王爷亲手养大的战鹰，若他真伤了人，王爷醒来会心疼。可他现在谁都不认，您别靠太近。臭，那个瓷瓶，甜味太冲了，眼睛疼，喉咙也疼。墨雨，看着我，先别扑人。你要是真把他挠花了脸，他就有理由说你疯了，到时候说什么都有人信。我现在就想把他脸挠烂。我知道，我也想，但咱们先忍一忍。你负责活着，我负责让他自己露馅，好不好？拿清水来，再把窗户打开。他不是无缘无故发狂，是被那瓶药的气味刺激到了。若王爷服下去，只怕也不会好受。王妃为了给自己脱罪，如今连一只蝇都能。既然秦太觉得没问题，那把这护心丹也当中验一验。您是太医，最懂清白2字有多要紧，对吧？周伯，药房炉子左边第3块砖后面确实藏着这个，属下打开闻过，味道和王妃说的一样，老夫未必知情。王妃凭一个来历不明的罐子就想污蔑老夫，未免太急了。我没说一定是您藏的，我只是说从现在开始，王爷今晚入口的一切东西都不能再经秦太医的手。王妃，您这是要夺老夫诊治之职？不是夺权，是保命。把方才王爷咳出的帕子留下，别洗，准备温水，开窗通风，把香炉也撤了。再拿干净的白布来，所有接触过药的人先不要靠近床。照王妃说的做。王妃既然如此有把握，那老夫倒要看看您不用药要如何救王爷。我不是神医，更不会一伸手就把人从鬼门关拽回来，可我懂基础急救，懂如何减少刺激，懂如何先把中毒反应的人从可疑源头里摘出来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3年前他还能骑马，还能拉弓。他不爱说话，但不会像现在这样连睁眼都费劲。那你就盯紧了，今晚他要是能醒，你得告诉我谁最怕他醒。太多了。王爷，
王爷好像醒了。王爷，您醒了，是王妃方才发现药有问题，又让人查了药房，才……林之威，林家让你来是要本王的命，还是要本王的兵权？王妃，林家来人了。来得挺快，晋王府的消息难道是长了翅膀，半夜飞去林家敲门了？林家说，王妃新婚第一夜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林大人和林夫人心中挂念，特意让大小姐过来看看。他们是挂念我，还是挂念王爷有没有死透？哼，那群人当然盼萧寒别死得太早，死得太早，他们什么都捞不着。周伯，王爷醒了吗？醒过一次，又睡下了。王爷吩咐，林家若来人，王妃自己见。若有人为难您，老奴再出面。萧环还不信我，他想看我面对林家会怎么做，是哭着求娘家撑腰，还是继续替林家探王妃底细？妹妹，你昨夜受苦了。母亲听说晋王府一夜灯火未熄，担心的连早膳都没用。父亲上朝前也反复叮嘱我，一定要亲眼看看你好不好。你别怕，就算王爷身子不好，你背后也还有林家，只要你安分守礼，没人会太为难你的。姐姐这话说得我心里热乎，原来林家还记得我背后有人，我还以为昨日花轿一出门，我就跟那2箱旧衣裳一样，被林家清仓送走了呢。不过姐姐放心，晋王府比我想的好多了。昨夜虽然惊险了些，但至少这里没人把旧段子说成嫁妆，也没人把送我来冲谱双成给我体面。林家这些年待你虽不如待我精细，可也没短你吃穿。你如今成了晋王妃，说话总该顾及林家的脸面。姐姐说的对，林家的脸面这么贵，我一个被拿来冲洗的庶女，确实赔不起。姐姐卧疼我了。妹妹，我是真担心你，才说了2句重话。你若觉得我刺耳，我不说便是。只是昨夜你打翻秦太医的药，闹得整个王府不得安宁。这事若传进宫里，父亲怕也难做。姐姐放心，父亲若觉得难做，可以当做没我这个女儿。反正这些年他做得挺熟练。知薇，你怎么能这样说父亲？父亲也是为了你好，若不是他替你求了这门亲事，你怎么可能嫁进晋王府？你如今成了王妃，便要忘本吗？他才不是为了你好呢！昨晚他还跟那个老男人消息，若晋王没死了，就让你留在王府盯好处。你能听见我吗？你身上有猫狗药味，我喜欢你。姐姐这狗养得真好，瞧着比许多人都机灵。雪秋，回来，别惊着妹妹。我不回去，他昨日嫌我掉毛，还说要把我送给表小姐。你摸摸我，我知道好多事。妹妹，你什么时候这样喜欢猫狗了？从前在府里，你不是最怕这些小东西吗？人是会变的。昨夜刚差点当寡妇，我忽然想通了，人嘛，总得学点本事。万一将来靠不上娘家，也靠不上夫君，至少还能靠猫狗活着。妹妹，你如今是晋王妃，说这种靠猫狗活着的话，不嫌轻贱吗？姐姐觉得治猫狗轻贱，是因为姐姐从小有人捧着。可对我来说，能凭本事吃饭，就比养人鼻屎体面。妹妹，你心里有怨，姐姐能理解。只是你刚嫁入王府，根基不稳，凡事还是要多依靠娘家。父亲让我带话给你，晋王若能醒来，你便好生侍奉，千万别再插手药方之事。若王爷真的不幸，你也别慌，林家会打算后路。后路？是啊，你年纪还小，若真守了寡，总不能一辈子困在晋王府。父亲和母亲总会替你安排，至少不会叫你无依无靠。姐姐，父亲母亲替我安排的这么周到，我是不是还得写封感谢信，挂在林家祠堂里？知薇，我是在认真同你说话。我也很认真。麻烦姐姐回去告诉父亲，晋王府的事我自己会看。王爷若能醒，我是晋王妃；王爷若真出了事，我也是晋王府的寡妇。无论哪一种，都轮不到林家隔着一道门替我做主。你以为嫁进王府就真能脱离林家吗？知薇，女子在世，富足是根。你没有娘家撑腰，在晋王府能走多远？姐姐说的有理，可我这个人从小命硬，跟钱也能活。再说了，树若长歪了，离远点也未必是坏事。他脸色变了，你再说2句，他就要哭给你看了。罢了，妹妹如今怨我，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。3日后，长公主府有赏花宴，京中贵女都会去。你若愿意，姐姐可以带你同去，也好让旁人知道林家并没有薄待你。只是妹妹如今身份不同了，去了宴上，千万别再像今日这样任性。长公主最重规矩，可不会像我这个姐姐一样让着你。去，那宴上有匹快死的马，长公主宝贝得很。你若救活她，够萧恒买半个月来月药材，也够我吃3个月好肉。妹妹若不敢去也没关系，
你毕竟刚嫁进王府，又经历了昨夜的事，胆怯些也是人之常情。姐姐会替你向旁人解释，不会叫他们笑你。谁说我不敢去？长公主的赏花宴，我去。只是姐姐到时候可要记得，别再说我是没规矩的邻家庶女。那妹妹想让旁人怎么称呼你？叫我靖王妃。她要害你出丑，你小心她身边那个穿绿裙子的丫鬟。那丫鬟偷吃我的肉干，还偷听大人说话。姐姐慢走，雪球我很喜欢，下次若她不舒服，记得来找我，我给熟人打折。妹妹如今还真是变了。是啊，差点当寡妇的人，总得学会长大。王妃，长公主府的赏花宴未必是好去处，林大小姐今日来的突然，怕是别有用心。我知道。那您还答应？周伯，靖王府现在缺钱吗？王爷这些年病着，府里开支虽然克制，但药材、人手各处打点都不是小数。那就对了，既然有人请我去看热闹，又有马等着我救命，这种能赚钱还能打脸的宴，不去多可惜。还算聪明，记得救完马多要诊金，别学萧寒打仗那套，只知道卖命，不知道收钱。王妃，您在看什么？看财路。王妃，王爷醒了。王爷说他要见你。林之威，林之遥邀你去赏花宴，不会只是为了让你赏花。你若现在后悔，本王可以让周伯替你回绝。王爷这是关心我，还是怕我在外头丢靖王府的人？两者都有。你昨日才进府，今日就把秦太医逼得下不来台，明日再去长公主府赴宴，京城该传你是个不安分的冲喜王妃了。传就传吧，总比传我是个哭哭啼啼等着守寡的冲喜王妃强。再说了，长公主府那边有财路，我不去才是真傻。财路？王爷病了3年，府里药材、人手、查案哪一样不要银子？我暂时只想先让自己吃饱，再顺手让王府别穷得太难看。王妃，靖王府还不至于穷得难看。周伯，您别安慰我了。昨晚我让厨房煮碗粥，厨房问我要不要省着些米，我当时就知道王府这日子过得比我想象中朴素。你想做什么？先去看看林之遥到底想怎么让我出丑，再看看长公主府那匹马值多少钱。周伯，备车。是。你别只顾着跟人斗嘴，那匹马脾气不好，疼起来会踢人。你要是真被踢断腿，回来就没人给萧恒查药了。你这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你的饭票？妹妹来了，姐姐还担心你昨夜累着不肯出门呢。你能来就好，免得旁人以为我们林家姐妹生分了。诸位，这便是我妹妹之薇，她昨日刚嫁入靖王府，规矩上若有不周之处，还请各位多担待些。原来这就是靖王妃，听说王妃昨日新婚夜便闹得王府一夜未眠，想来是十分得王爷看重，可不是吗？能嫁进靖王府，已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王妃想必很感激林家替你谋了这样门好亲事吧？感激自然是感激的，毕竟这样好的福气，姐姐都舍不得要，林家却偏偏给了我，可见我命里的确有些别人抢不走的东西。至于昨夜王府一夜未眠，那也是没办法，王爷病着，我这个心腹总得尽心些，不然外头又该说林家嫁出去的姑娘只会端坐守规矩，连夫君死活都不管。妹妹说话还是这般直，今日是长公主的赏花宴，大家只是闲话几句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姐姐放心，我心宽得很，别人闲话我一般都当他们无聊，若闲话的太难听，我就当他们缺德。长公主，不好了！赤云忽然倒在马厩里，肚子胀得厉害，谁都不让靠近，驯马师也被踢伤了。你说什么？早上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倒了？奴才也不知道。赤云今日只用了些草料和水，谁知没过多久就开始打滚。驯马师说像是脚痛，可府里的马医今日偏偏被请去了城外，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。殿下莫急，赤云是有灵性的马，想来只是误食了什么。府上既然已经派人请马医，不如先让下人看着，殿下千万别急坏了身子。殿下若信得过，可以让我去看看。知薇，你别胡闹，赤云是长公主的爱马，若出了差错，不是你随口说两句就能接过去的。姐姐放心，我不随口说，我一般看完再说。靖王妃懂马？懂一些。若是赏花吟诗，我确实不如各位，但若是活物哪里不舒服，我兴许比他们多几分把握。你若能救赤云，本宫重赏；可你若是耽误了他的命，本宫也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殿下放心，
我这人惜命也惜财，没有把握的热闹我不凑。疼，肚子疼，别碰我！那个桶里的水是苦的，有人碰过我的草料。病患自己会描述症状，省了我不少事。怎么样？你看得出是什么问题吗？志威，赤云都疼成这样了，你不先想法子安抚他，却先查草料水桶，会不会太耽误时间？姐姐若真担心，不如站远些。你身上的香粉味太重，他现在闻着更烦。他香得我更想吐，让他滚远点。别踢我，我知道你疼。你若想少受点罪，就配合我。你刚才说水是苦的，是哪个桶？那个黑边桶，还有绿裙子的女人，她碰过草料，她手上有甜味儿，我不喜欢。把黑边水桶和今日的草料拿过来。殿下，草菜不是无缘无故发病，他今日喝的水不干净，赤云不赦也被人动过，现在他腹胀的厉害，不能让他继续躺着打滚。谁敢动本宫的马？殿下息怒，此事或许只是下人疏忽，眼下救赤云要紧，追责可以稍后再查。先救马，你若想活，就站起来。你主子在旁边看着呢，你要是真疼死了，他以后哭起来肯定比你还吵。他真的会哭？会，哭完还会把马厩里所有人骂一遍。你若不想他那么累，就配合点。他听你的，不是听我的，是赤云通人性，知道殿下担心他，所以愿意撑一撑。赤云，你若能好，本宫以后再不让他们随便蹦你的草料。慢，稳着点，向前挪。早该这样，那个绿裙子的手臭死了。靖王妃，你当真救了他？殿下别急着夸，今晚还要继续看着，不能再喂原来的草料和水。若他能排气，情况便稳了大半。还有，今日经手水桶和草料的人，最好都查一遍。殿下饶命，奴婢只是奉命帮忙搬过草草，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问题。殿下，臣女今日带他来，只是让他跟着伺候，绝不敢让他靠近赤云。若他私下做了什么，臣女也实在不知情。是不是私下做的，查过便知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好好问清楚。姐姐，看来长公主府的规矩确实重，你下次带人出门可得管好些，免得旁人以为林家的丫鬟都这么不懂事。知薇，你如今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，都是姐姐教的好。清楚，这场赏花宴的风向已然悄然改变。靖王妃于受病一道颇有本事，今日救赤云有功，这些是本宫赏你的。有钱真好，比娘家靠谱，比规矩暖和，比那些温柔倒顺眼多了。多谢你啊，你可得争气点儿，别让我第一单生意砸了招牌。王府那只黑鹰让我传话给你。墨雨，他说萧恒今晚会吐血，让你别在外面磨蹭太久。他还说这次不是咳血，是有人要趁你不在，让他把剩下的药吃下去。王妃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王爷方才又吐了血，秦太医留下的护心丸也不知是谁翻了出来，周伯正拦着，可屋里乱得厉害，奴才们都怕王爷撑不住。你再晚一点，那群蠢货就要把药丸塞进萧焕嘴里了。我抓伤了2个丫鬟，周伯现在还以为我真疯了。你先别急着邀功，等会儿再给你加肉。周管家，王爷都这样了，您还拦着不让用药？若王爷真有个好歹，谁担这个罪？秦太医虽被请去偏厅，可这护心丸是早就备下的，难道还会害王爷不成？王妃说过，王爷入口之物暂时都要查过，谁许你私自贩药？奴婢也是为了王爷好，王妃不过是刚进门的心腹，懂什么医理？总不能因为她一句怀疑，就眼睁睁看着王爷受苦吧？嬷嬷这话好像我一进门就把你饭碗砸了似的。怎么我才出去半日，你就急着替秦太医把药塞回来？王妃，您回来了。奴婢只是看王爷病势危急，一时心急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就是这个味儿，他从柜子里翻出来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了。封起来，和昨夜那只灰白瓷罐放在一起。没有王爷亲口允许，谁再碰这些药，直接绑了。王妃，奴婢是林家陪嫁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你也知道你是林家陪嫁，不是靖王府的主子。昨夜你急着让我喂汤药，
今晚又急着让我喂药丸。嬷嬷，你到底是来伺候我的，还是来催我守寡的？王妃冤枉奴婢了，奴婢陪您嫁进王府，心自然是向着您的。向着我就好，那你先回偏院歇着吧，等王爷病情稳了，我再慢慢问你，林家出嫁前到底交代了你多少事？长公主府的夜热闹吗？热闹得很，有人想看我笑话，有马想让我救命，还有一匣金子主动扑进我怀里。王爷要是愿意多撑几日，我还能拿这笔钱给你开几副不催命的补药。你倒是很会赚钱。没办法，娘家不给力，夫君又病着，我若再不争气一点，咱们王府就只能靠墨雨出去抢肉了。我抢得回来。你闭嘴，偷厨房肉条的账还没算。你在长公主府救了赤云。王爷消息挺快。赤云是长公主的命根子，你救了她，明日之前，京城该知道靖王府新进门的王妃会制马。王爷是怕我被人盯上。你昨夜查药，今日救马，又能让墨雨听你的话。林之威，你若只是林家送来的冲喜棋子，这一步走得太冒险。王爷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得先把话说明白。林家送我来是他们的事，我醒过来以后怎么活是我的事。你若担心我替林家谋你的命，可以继续让人盯着我。你若愿意暂时信我，我就替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药都查干净。你想要什么？铺子。王府侧街不是有2间空铺吗？借我1间，我开兽医馆。以后我替你查药、救鹰、挡林家，顺便维持王府脸面。你给我铺子和一点人手，咱们谁也不白占谁便宜。王妃，您真要抛头露面给猫狗看病？周伯，您别小看猫狗，京城里有钱人多，孤单的有钱人更多。他们对猫狗马雀花起银子来，别对亲戚还大方。而且我开铺子，名声越大，接触的人越多，能听见的消息也越多。王爷想查药，不能只盯着王府这1米3分地。周伯，把侧街那间临街铺子给王妃，人手由他挑，账也由他自己管。若有人上门闹事，先护人，再问缘由。做什么？合作愉快，总得击个掌吧。王妃，这名字是不是太直白了些？老奴原本想请人取个雅些的。周伯，做生意最怕客人看不懂。我要是取个什么听风问月斋，别人还以为我是卖茶的。知微小兽医馆，一看就知道我治什么。王妃，这最后一句赊账只看心情，会不会显得不够稳妥？做买卖嘛，心情也是本钱。若写一概不赊，显得没人情味；若写可以赊账，大家都来哭穷。我这么写，既有人情，又能把人情握在自己手里。老奴忽然觉得，王妃确实很适合做生意。王妃，您给看看吧，他近日总骂主人，是不是中了邪？笨蛋，笨蛋！他昨晚又输银子啦！王妃，您看他这病还有救吗？我家老爷说他再乱叫就要把他送人了。他没病，就是知道的太多。回去告诉你家老爷，少去赌房，多喂他瓜子，兴许还能少挨几句骂。他天天说我不吃饭，可他给的鱼不新鲜，还逼我穿红肚兜。我是猫，不是他生的胖儿子。夫人，他不是大病，只是食欲不好，鱼肉换新鲜些，别再给他穿太紧的衣裳，猫怕竖着。王妃怎么知道我给他做了新肚兜？他脖子和前腿处毛被磨乱了，衣裳多半不合身。若还不吃，再来找我。王妃真是神了，她这几日不肯吃东西，可把我急坏了。这就是靖王妃开的兽医馆，我看也不过是骗人钱财的地方。我家黑虎昨夜还好好的，今日用了你们铺子里开的药，眼看就不行了。这位客人，说话要有凭据，你何时来过我们铺子？谁给你开的药？你们还想赖账？街上都说靖王妃会治猫狗，我才带黑虎来，谁知他吃了你们的药，吐了一夜，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。放屁！昨晚明明是你自己喂了坏肉，还把我关在柴房里，我吐得快死了，你还说正好拿我来讹钱。你说你来我铺子拿了药，那药包呢？这就是证据。不是我们铺子的纸，我们药包外面都盖了知微兽医馆的印，药绳用的是青线，这个没有。你们当然不认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怕担责故意不盖印？你能不能先给我弄点水？我真的快难受死了。还有，我不想跟这个坏人回去，他会把我卖掉。别急，我先救你，账慢慢算。大家都来看看被治坏了我的狗，现在还想装模作样，什么神医？不过是仗着王府名头骗银子。昨晚你给他吃了什么？就是普通肉汤，臭了的肉，馊的连老鼠都不吃。他还说我命贱，吃不死。周伯，麻烦派人去他家柴房看看，若真有剩下的肉，带回来。你凭什么搜我家？你来砸我的招牌，说我治坏了你的狗，我当然要查清楚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再当众道歉；若你说的是假的，你不但要赔我开张第一天的名声，
还要解释清楚是谁让你来的。你说这是普通肉汤？你若缺银子，可以做工，可以借钱，甚至可以上门求助。但你拿一条养了多年的狗来讹人，眼看他难受也不先救他，这就不是穷，是坏。我不想回他家。那就先留在铺子里，等你好了，给你找个不喂馊肉的新主人。你比他好，你身上有药味儿，还有一点肉干味儿。王妃，外头传得越来越悬了。传得悬不要紧，只要别传我跳大神就行。我靠的是本事，不靠吓人。靖王妃可在？皇后娘娘宫里的血团病了，已经2日不肯进食，御医看不出缘由。只是娘娘听闻林家大小姐林之瑶素来温婉细致，已先召她入宫照看血团。若她也没有办法，恐怕还要请王妃随后进宫。有意思，你那个姐姐要去救猫，那只公猫脾气可比我还差，她怕是要倒霉了。王妃，皇后娘娘的猫病了，这事儿若真传到您这里，怕不是小事。宫中规矩森严，您要不要先回府问问王爷？问是要问的，不过现在宫里先召的是林之瑶，不是我。姐姐素来温婉细致，又是京城才女，想来照顾一只猫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她若能照顾好猫，我以后就不吃肉，改吃菜叶。你别把话说太满，小心我真让厨房给你拌青菜。王妃，宫里的事不比长公主府。长公主虽身份尊贵，但性子直爽。皇后娘娘那边牵涉太深，若只是救猫倒还好，若猫病背后另有缘故，那我这一趟就不是去救猫，是去踩坑。可坑都摆到门口了，不踩也得看一眼。再说了，皇后的猫若真病得厉害，最后多半还是要找我。与其临时手忙脚乱，不如先把能用的东西备好。每一次热闹都是能活下去的机会。如果皇后娘娘召我，我就得去。你想进宫？她的猫病了，表面看是小事，可宫里那么多御医和工人都没办法，还特意绕到林之瑶和我这里，这事本身就不简单。你知道不简单，还要去？王爷，我开兽医馆不是为了给京城贵人逗趣，既然打出了名声，就会有麻烦找上门。今天是皇后的猫，明日可能是御马，后日可能就是别的东西，躲一次，后面次次都躲不掉。林之威，你可以贪财，可以嘴硬，也可以拿本王的铺子做生意，但进宫不是做买卖，宫里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能让你有去无回。王爷放心，我这人最惜命，钱还没赚够，铺子还没开大，墨雨还欠我3顿肉钱，我舍不得死。明明是你欠我肉。若宫里来人召你，让周伯陪你去。进宫后少说无关的话，少碰无关的东西，能救猫便救猫，救不了也别逞强。好，那若皇后娘娘问我为什么能让猫听话呢？你不是很会编？长公主府那匹马不就是被你验成通人性的吗？王爷，你这样就不可爱了。病人就该有病人的样子，不要观察得太仔细，容易让大夫压力大。你算本王的大夫？严格来说，我算王爷的临时保命合作伙伴。大夫这个名头太贵，得加钱。等本王能下床，库房钥匙给你一把。王爷此话当真？周伯可在旁边听着呢，赖账会影响你战神王爷的名声。靖王妃，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入宫。血团病势加重，林大小姐照看时被抓伤，娘娘如今谁也信不过，只能请您走一趟。拿着，若有人借规矩为难你，限量腰牌。若腰牌不够用，就报本王的名字。王爷，你这是怕我进宫挨欺负？本王是怕你太会气人，别人忍不住欺负你。那您放心，我今日尽量少气人，除非别人先招我。这话听着并不让人放心。那就劳烦王爷在府里好好养着，等我回来给您讲皇后的猫怎么骂人。王妃慎言。我的意思是给王爷讲宫里贵猫如何端庄。猫有什么端庄的？他们最会装。妹妹来得倒快，看来皇后娘娘是真看中你，连靖王府的人都惊动了。姐姐的手伤得重吗？血团平日再温顺，病中受惊也容易抓人。你若疼得厉害，还是先让太医看看，免得耽误了。多谢妹妹关心，只是小伤，不碍事。倒是妹妹等会儿进去千万别太自信。血团是皇后娘娘心尖上的爱宠，连御医经得抓人。若你也失手，恐怕没人能替你求情。姐姐说的对，所以等会儿我不急着抱她，也不急着表现，我先看看她为什么害怕，免得人还没救，先把猫吓坏了。志威，宫里不是你那间兽医馆，说话做事都要有分寸。
你若牵连了林家，父亲不会轻饶你。姐姐放心，若真出了事，皇后娘娘要罚的是我林之威。若就成了，得省的也不会是林家。靖王妃，娘娘请您进去。免礼。本宫今日召你来，不想听漂亮话，只想知道雪团能不能活。娘娘，臣妇得先看过他才敢回话。若能救，臣妇会尽力；若救不了，臣妇也不会拿吉祥话糊弄您。长公主说你救马时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活物病了，本来就不能靠吉祥救。雪团躲在柜底，谁靠近都不肯出来。他从昨日开始不肯进食，今日又发抖。御医说只是受惊，可本宫总觉得不对。别过来！他身上的香味在外面，我不喜欢，那个味道会让娘娘咳，雪团也会疼。娘娘，能不能先让无关的人都退远些，香炉也暂时撤掉。雪团现在怕气味，人越多，他越不肯出来。妹妹，娘娘宫里的香都是内务府精挑细选的，你刚来便让撤香，会不会太冒失了些？娘娘，臣妇不是说香一定有问题，只是猫鼻子的人敏感得多，他若已经不舒服，浓香、药味、生人气味都会让他更害怕。先撤香不是定罪，是为了让他少受刺激。撤。雪团，我不抓你，也不逼你出来。我身上有药味，但不是害你的那种味道。你若难受，就告诉我哪里疼。你能听懂我？能。那你让那个香香的人走远点，他和前日帘子后面的人一样。娘娘，能否请林大姐先到外就歇息？雪团似乎对她身上的香气反应很大，她不宜再靠近。臣女身上的香是平日常用的，方才雪团抓伤臣女，想来只是受惊，并不是因为臣女。本宫没有责怪你，你既然伤了手，就先去外间坐着。知薇，你最好真的能救她，若只是借机踩我，最后收不了场的人是你。姐姐，我若想踩你，不必借猫，你自己走的已经够低了。雪团从小跟着本宫，性子虽娇，却从不会无故伤人。靖王妃，她到底怎么了？苦，嘴里苦，肚子也不舒服。那个碗有味道，水也有味道，可他们都闻不出来。娘娘，雪团平日用的水碗、食碗、猫窝，还有近2日接触过的帕子、玩具，能否都让人拿来？臣妇想去看看。王妃，雪团只是猫，病因多半在食物。娘娘近日凤体也不算安稳，您这样兴师动众查东西，若惊扰了娘娘，让她查。又来了，那个香味又来了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前日晚上我躲在帘子后面也闻见过它。娘娘闻完以后咳了好久，帕子上还有红色。你救救娘娘好不好？雪团不想死，可雪团更不想娘娘也像那只病因的主人一样，一点点睡下去。娘娘，雪团不是单纯受惊，臣妇想请娘娘暂时撤出寝殿里所有香料，换条雪团近日用过的水碗、食碗，宫里近3日送进来的连帐、软垫、香囊也请一并封存，照靖王妃说的做。娘娘，宫中用品都经查验，若大张旗鼓封存，怕会惊动旁人。雪团只是病了，这样会不会太……本宫养了雪团6年，她是不是普通病，本宫看得出。若猫的命不值得查，那本宫的命值不值得查？娘娘，靖王妃关心雪团自然是好意，只是她毕竟不懂宫中规矩，若今日封了寝殿用物，外头难免会多想。可若真有人已经不查验，娘娘，靖王妃关心雪团自然是好意，只是她毕竟不懂宫中规矩，若今日封了寝殿用品，外头难免会多想。姐姐说的有道理，可若真有人已经把手伸进娘娘寝殿，咱们为了清静不查，岂不是把危险留给了娘娘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姐姐不是这个意思，姐姐只是怕我不懂规矩，连累林家。可今日我不是替林家进宫，是皇后娘娘召我来救雪团。若救猫要先顾林家的脸面，那不如姐姐来救。正好雪团方才也很想再见见姐姐。不见，她身上的味道冲得我头疼，我不要见她。林大小姐伤了手，先去偏殿歇着，这里有靖王妃便够了。娘娘，靖王妃，现在可以说了，雪团到底为什么会怕刺激啊？若只是普通香料，淡香团最多躲开，不至于不吃不喝发抖呕吐。她现在这样，更像是长期接触了某种让她不适的东西。你是说，有人借香害她？臣妇不敢只凭这一点断定，但雪团接触过异道相似的味道。若芷妇更担心的是，这些东西未必是冲雪团来的，雪团只是比人更早受不了。有人要害娘娘！臣妇只是觉得，娘娘若咳嗽、乏力、胸闷或闻香不适，就不能只当秋燥。娘娘这几夜咳得厉害，前日还见了血丝。太医只说救急秋燥，娘娘不许惊动陛下，奴婢们才没敢说。茶。不是最上面的灰，是下面的，那个苦味藏在里面，烧起来才会出来。
秦太医到。靖王妃也在，听闻娘娘的爱猫病了，老夫还以为只是宫人着急，没想到竟把王妃也请来了。血团病得厉害，本宫让靖王妃来看看。只是猫犬之病与人不同，靖王妃就算略懂兽类，也不该轻易触碰娘娘寝殿用物。宫中器物皆有定例，若出了纰漏，谁也担不起。秦太医，若有人夜咳乏力，闻香胸闷，偶尔咳血，除了救急，还有别的可能吗？娘娘凤体尊贵，岂能随意揣测？王妃不是人医，还是莫要乱问。正因不是人医，才请教您。血团碰过的东西都有同一种异味，猫比人敏感，它先病了。娘娘若也不是，就不是巧合。王妃慎言，宫中香气皆有查验，怎能凭一只猫移到娘娘身边？臣妇不敢妄断，只请娘娘暂撤用香封存这些物件，若无问题，自能还众人清白。若因为你的波移，耽误了娘娘安神养病呢？本宫还没有虚弱到少闻一炉香便睡不着。臣不敢，臣只是担心娘娘受人误。靖王妃，你继续查。这碗前日换的，旧碗被拿走了，是那个袖口有苦味的人。什么样的人？手很白，袖口秀青叶。他抱我时难受难，还说娘娘睡前要好好睡一睡。娘娘宫里近几日可有新调来的人？袖口秀青叶，或负责换血团用具的宫女。前日内务府确实送来2个新宫女，其中一个叫青枝，袖口便绣着青叶。把人带来。她说自己手脚细致，主动替血团换过水碗。娘娘，青枝不见了，偏殿和茶房都找过了，人不在。娘娘，宫女失踪未必相关，倒是靖王妃入宫半个时辰，撤香炉查寝殿点宫女，未免太巧。她昨日打翻靖王药，今日又翻娘娘香灰，若借授意之名进贵人动药香器具，后果难测。秦太医，你想说什么？臣不敢妄言，香中若有异物，是原本就有，还是王妃碰后才有，已说不清。请娘娘封殿，拿下靖王妃，凤体若损，谋害皇后的罪名，谁也担不起。他骗人，苦味不是你放的，血团闻得出来。娘娘，臣女不敢替妹妹辩解，也不敢说秦太医一定误会了什么。只是妹妹从小养在府中，确实不太懂宫中规矩。她或许只是救猫心切，才一时失了次寸。求娘娘念在她刚嫁进靖王府，不知情重，从轻发落。姐姐这求情的本事真好，别人还没把罪名盯牢，你已经先替我认了一半。下次若我要真犯了事，姐姐是不是还能替我把供词写好？知薇，我知道你怨我，可这里是皇后娘娘宫中，不是你能使性子的地方。秦太医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，你方才确实碰过和香灰，你要如何不是你？不是我什么？姐姐，我碰香炉时，嬷嬷宫女都在，件件鲜艳，再封再取样。若这也算私动，那你擅报血团被抓，是否也算伤了皇后爱宠？王妃好口才，娘娘凤体要紧，若问心翠盘扯人，就退到殿外等彻查。秦太医急着让我退，是怕我继续查，还是怕我说出不该说的话？老夫只怕王妃越查越乱，扰了娘娘清静。靖王妃，你可自证？能，请娘娘给我片刻，查一处地方。娘娘，片刻足以灭证圆谎，臣请先控住王妃，由太科院与内务府同查。娘娘，靖王殿下求见。靖王病体未愈，怎么会这个时候入宫？臣弟见过皇嫂。你身子还没好，谁准你进宫的？靖王府是没人了吗？竟让你这样折腾！臣弟听闻王妃在宫中被人扣了谋害皇后的罪名，若不亲自来一趟，怕是明日醒来连王妃都没了。王爷误会了，臣并非有意为难王妃，只是皇后娘娘凤体尊贵，王妃方才私动香炉，政务已然难辨，臣不得不谨慎。秦太医对说在靖王谨慎，皇妃要说的是本王理解，结果药房里查出了不该有的东西，秦太医到现在还没有给本王一个交代。靖王府的药也出了问题。娘娘，此事尚未查清，王府药房人多手杂，不能因发现一只来历不明的瓷罐，便断定与臣有关。所以今日皇嫂宫里的香灰，也不能因王妃碰过，便断定与她有关。靖王，你信他？臣弟还没有蠢到完全信一个刚进府的新王妃，但臣弟信昨夜被她救回来的命，信墨雨愿意让她靠近，也信她若真要谋害皇嫂，不会蠢到当着满殿宫人的面去碰香炉。你这张嘴还是和从前一样不讨人喜欢。皇嫂也从未因为臣弟讨喜才护着臣弟。靖王妃，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查哪里？娘娘，臣妇想查偏殿器物间，血团的反应一直指向软殿和新换的帘帐，这些东西都更换的宫女青枝不见了，她最可能去过的地方就是存放旧器物和新器物交接的器物间。妹妹，青枝已有人去找，你再查器物间，不怕闹大吗？姐姐，娘娘都敢查，你怕什么？你还撑得住吗？王爷都病成这样，还进宫撑场子，我若说撑不住，岂不是显得我的业务能力不行？林之薇，这不是逞强的时候。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逞强，我只是觉得钱还没赚够，兽医馆还没开成京城第一，林之遥还没被我气哭，
我不能在这里栽。那你查，本王替你挡着。这里味道好多，那个苦头味在里面，靠左边，下面。把左侧架子下层的东西搬出来，先不要乱碰，按顺序放好。王妃，你这样翻找，若把原本无事的东西混在一起，之后更说不清。那就请秦太医站远些，你离得太近，本王也怕说不清。还有小灰灰，他知道昨晚他在这里偷吃点心，看见有人藏东西。小灰灰是谁？小灰灰，你出来，这个人能听懂我们说话，他给雪团换了干净垫子，不坏。我不是偷吃，我只是路过的时候点心自己掉了。我不抓你，也不让雪团抓你。你昨晚看见谁来过这里？一个袖口有叶子的女人，还有一个穿白衣的老男人。女人很怕，老男人让她藏旧碗，说娘娘病重后没人会记得猫仙病。你发现了什么？青芝不是独自来的，这里还有第二人的痕迹，而且懂药香。王妃凭什么断定有第二人？莫非老鼠亲口告诉你的？秦太医说笑了，老鼠若会说话，先告的怕是谁偷藏点心。不要直接碰，用干净白布托起来。就是这个，他碰过我的碗，也碰过娘娘的香。不过是一只空瓷盒，王妃凭什么说它有问题？靖王妃，你看出了什么？娘娘，这只瓷盒底部的暗纹，臣妇昨夜在靖王府也见过，就在王爷用了3年的药丸底下。靖王妃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宫中器物和王府药碗纹样相似，未必就说明两者有关。京城瓷器作坊那么多，同一种纹样流入2处也并不稀奇。本王还没有问你为何如此着急替这只瓷盒辩解。王爷误会了，臣只怕王妃牵连太医院与内务府，惊扰娘娘。本宫还没受惊，你倒先替本宫怕了。臣不敢。他骗人，他身上也有那味道，藏得很深，像话语裹着香叶。封瓷盒，传内务府查瓷器来处，再去靖王府取药碗碎片，本宫要亲自比对。娘娘，也该查太医院3年来送往靖王府的药材，药碗是入口，药方药材才是根。靖王，你撑得住吗？今日若查太医院，便不会轻易收场。皇嫂放心，臣弟病了3年，不查今日这一场。那便查。娘娘，臣愿配合。只是靖王妃并非太医院中人，参与查药恐不合规矩。秦太医说的有理，王妃不是太医院的人，不该碰药库里的东西，所以她只看不碰。要由太医院和皇后娘娘的人取，账册由内务府和周伯在旁边记。秦太医若觉得还不公正，本王可以请陛下也派人来。你倒是把话都堵死了。病久了，总得学会放人。娘娘，妹妹聪慧，可到底只懂兽医。若凭她一句话牵连太医院，外头只会说靖王府借猫生事。林大小姐若觉得王妃不该查，便先出宫。你被雪团抓伤，留着也没用。王爷，臣女只是担心妹妹。本王的王妃，本王会担心，不劳林大小姐费神。这个男人比他看起来会说话，虽然没有雪团漂亮，但还算顺眼。景和21年8月，靖王府添用叶安藤3间，月见草2钱，沉西香半钱，由秦太医批注。王爷咽尖咳喘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加的？这3味药约3年前。叶安藤、月见草单用不稀奇，沉西香也可安神。可若病人长期虚弱，日日服安神药，再配寝殿熏香，会不会越来越嗜睡，反应当成病重？王妃倒聪明，知道几味药名，只是药性相生相克，有何不妥？单看是不妥不大，可若药里再混入一种带甜腻味的东西呢？王妃一口一个甜腻味，可有实证？难道仅凭你鼻子闻一闻，就能定太医院的罪？那一夜，那个人手指摸过的地方有味道。娘娘，能否让人查看秦太医方才碰过的那页账册？边角处有污痕，似乎不是墨迹。王妃，你连老夫碰过账册都要移，这未免欺人太甚。娘娘，这上面确实有一股很淡的甜味。查太医院药材众多，账目上沾了药味，并不奇怪。是不奇怪，可这味道和靖王府药房瓷罐、
皇后寝殿瓷盒、血团物垫上的味道都相近。秦太医，您每次都说是巧合，巧合多了，连血团都不信。查秦太医袖带。娘娘，问心无愧，便让本宫查。拿下！就是他。王妃好本事，老夫行医几十年，竟栽在一只猫、一只鹰和一个冲喜王妃手里。秦太医，你承认了？娘娘误会了，臣只是觉得荒唐。王妃凭几只畜生便搅动宫闱，娘娘和王爷竟也信。王爷，先坐下，剩下的交给娘娘。3年前本王回京，你说旧伤入肺，需慢养，可那时本王还能骑马入宫。半年后夜不能寐，你说旧伤反复。1年后本王咳血，你说体虚难愈。你真会治病，知道人人都以为本王该死，连本王也快信了。你不该死，该查的是他们。秦太医，靖王府要案凤仪宫相案，本宫会交由陛下亲查。现在说出背后之人，本宫还能让你开口？林之威，你真以为赢了？你以为会说话的只有猫狗鹰马？宫里还有东西听到了你的秘密。秦太医，你若还想攀咬，不如想清楚再开口。谋害皇后和亲王也是重罪，再加一条妖言惑众，对你没有好处。王爷急什么？靖王妃刚进宫便能知道血团怕什么，知道器物间该查哪里，甚至连药里那股味道都说得清清楚楚。她当真只是会治猫狗吗？娘娘，臣女并非怀疑妹妹，只是妹妹从前在林家时从未学过医，也从不亲近猫狗，如今忽然会这些本事，确实叫人有些想不明白。娘娘，秦太医说的没错，臣妇看得出血团害怕，也看得出赤云不适，却非运气。但这不是怪力乱神，臣妇从前在林家无人管束，学了什么也无人过问。马厩狗舍厨房后院，臣妇常去。猫狗病、马匹伤，看得多了，自然懂些活物反应。姐姐说我不亲近猫狗，是忘了每次我在后院喂狗，你都让人叫我回去，说庶女不该沾腥气。姐姐没看见的时候，我做过什么，你又怎会知道？王妃好口才，可臣若说宫里有只鹦鹉，亲耳听见你对血团说话呢？这鹦鹉最会学话。方才王妃在内室说了什么，让她一开口，娘娘自会明白。好好睡一睡，好好睡一睡。你别怕，慢慢说。方才是谁教你这句话的？白衣老头，白衣老头，青之苍晚，好好睡一睡。胡说！一只畜生学舌，怎能作证？秦太医方才不正是想让他作证吗？怎么他没照着你的意思说，你就又觉得畜生不能作证了？白衣老头说：“猫仙病，娘娘后睡；猫仙病，娘娘后睡。”娘娘，鹦鹉学舌本就杂乱，臣不知他从哪里听来的疯话。臣是太医院嫔，侍奉宫中多年，绝不敢做谋害娘娘之事。你敢不敢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证据说了算。封偏殿，查青枝，查这只鹦鹉平日由谁照看，再查秦太医这3年来出入凤仪宫和靖王府的记录。娘娘，青枝在宫中废井旁被找到尚有气息，只是被人捆住藏了起来。他醒来后供出是受秦太医威胁，将掺过异香的软垫和水碗换进了血团用具里。娘娘，药房小厮招了，秦太医每月送无名药囊，吩咐煎药时加给靖王。本宫原以为你只是怕担责，原来你怕的是靖王醒，本宫清醒。娘娘，臣只是奉命。奉谁的命？臣不能说。带下去，让他想清楚。靖王妃，你救了猫马，救不了所有人。你越出风头，盯你的人越多。那就让他们排队，看病要排队，找死也一样。他骂得好，血团喜欢他。林之威，你今日救的是血团，也是本宫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妇能不能要一道准许开兽医馆的手令？娘娘，以后若有人说臣妇治猫狗轻贱，臣妇便把娘娘的手令挂在铺子当中。旁人求金银官时，你倒求本宫撑一家猫狗铺子。娘娘铺子开大，金银自会来。庇护，臣妇想靠本事挣。好，本宫给你手令，往后京中马匹、猫犬、珍禽有疾，皆可去你铺中求诊。谁轻贱此道，便是轻贱本宫的血团。你也累了，别逞强。王爷，你脸白成这样，到底谁更该服？那就互相服，怕吗？怕，谁被卷进这种事里都会怕。我只是觉得，怕归怕，总不能因为怕，就让自己一直缩在别人安排好的命里。从前林之威没得选，嫁进靖王府，旁人也以为我没得选，可我偏要选。我要赚钱，开铺子，让看不起猫狗病排队求我，也让林家知道他们扔出的不是弃子，是摇钱树。林之威，你比本王想的还记仇。王爷误会了，我心胸很宽，只是记账比较清楚。
们天天盯着我下蛋，我压力很大，我想休息。先给他排个情绪不僵的号，别让后面的人挤到他。王妃，老奴是真没想到，一间小铺子竟能扩得这么快。周伯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以后我要开京城最大的兽医馆，再招学徒，分猫犬科、马科、珍禽科。等王爷身体好了，边关军马也能请我去看。到时候诊金另算，王府自己人最多9折。王府自己人还要收钱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再说了，王爷欠我的诊金已经很多了。知薇，父亲听说你近日忙，特意来看看你。林大人客气了，您若是看猫狗，先取号；若是看女儿，那恐怕来晚了些。妹妹，你如今名声起来了，京中多少双眼睛盯着你。父亲想着，你若愿意回林家住几日，也好让旁人知道你背后还有娘家。知薇，你终究姓林，无论从前有什么委屈，家人之间没有隔夜仇。你如今得皇后看重，也该知道，女子在外总要有家族支撑。林大人说的对，人确实要有支撑。所以我现在有铺子，有账本，有皇后娘娘的手印，还有一屋子等着我救命的猫狗马雀。至于林家，若您今日是来看诊的，我欢迎；若是来认亲的，麻烦排到10年前。知薇，你非要这样同父亲说话？林大人，被送上花轿那日，您的原话是：我生在林家，便该替林家尽一份力。那天以后，我该尽的力已经尽完了。妹妹，你当真要与林家断得这样干净？姐姐，我不是要断得干净，是从一开始你们就没给我留下多少牵连。你们给我的旧衣、冷眼、充满花轿我都收过了。以后我赚来的银子、挣来的脸面、救回来的命，就不劳林家替我保管了。知薇，我以前确实小看你了，没关系，以后记得养着看。这句不错，比直接骂他解气。你少听点热闹，多干点正事。今日铺子里这么多客人，你去后院盯着那只鹅，我是战营，别让他不是看鹅的。今天加肉。鹅在哪里？京城第一兽医馆，暂时还不是，不过很快就是了。林家来过了？来过，认亲失败，恼羞成怒走了。难过吗？有一点吧。不是为他们难过，花轿。若他能看见今天，大概会觉得很痛快。他会看见的。林之薇，若有一日你不想留在靖王府了，本王该怎么留你？王爷这个问题问得很贵。多贵？先把这几日的诊金、出诊费、救婴费、宫中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结了，我再考虑要不要给你一个答案。好，还有我的肉钱，萧环他欠我很多肉。你胡说，明明是王爷欠我，再由我酌情分给你。奸商！至于林家秦太医和那些藏在暗处的人，当然不会就此消失。可那又怎么样？我林之月连鹰骂人都听得懂，连王爷的命都敢抢。往后的日子，谁想看我笑话，最好先备好诊金。毕竟我现在很忙，忙着救命，忙着赚钱，也忙着把这京城搅出一点不一样的热闹。